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今天是7月30号的复盘视频，Lucy 要用技术面结合消息面双剑合璧，帮你拆解市场。记得点个订阅，再打开旁边的小铃铛，翻倍机会不踏空。特斯拉这一轮机构成本线上反弹，你抓到了吗？从30分钟到60分钟的大小周期共振，止跌组合买回踩，你看懂了吗？短线交易和波段机会都出现了，你上车了吗？多方趋势还没完，你还敢买吗？想了解下一步特斯拉的走势，跟 Lucy 一起来看看股票的走势图吧。我们今天呢，还是会从2个方面去分析一下行情走势。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去看一下纳指呢是每周二会遇到一个魔咒，那这一次呢，星期三会有一个低吸的机会吗？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还是要去看一下我们最近呢跟踪的股票，有特斯拉，有 Coinbase， 还有 HOOD 谷歌，那么还有我们粉丝朋友呢需要分析的露露。如果说你觉得Lucy 的分析对你是有帮助的，可以评论区回复一个888表示认可，再次感谢大家。这一张图表呢是纳指的日线走势图，我们来看一下纳指近期呢还是一个屡创新高的一个走势，所以在星期二的时候呢，也就是昨天呢，第7根 K 线呢是出现了新高21300点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呢它是一根高开低走的一根阴线。所以说我们的一个财生朋友呢提醒了 Lucy， 那每个星期二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阴线。那我们看一下啊，在半个月之前呢，像这样的一个6号 K 线呢也是出现了高开低走的一个阴线。那随即呢，第二天是7号 K 线呢会出现一个靠近彩虹带的一个低点，那么这是一个低吸的机会，是在第二天出现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根 K 线呢，是上个星期二的一个走势。那同样的呢，它也是一个高开低走之后呢，收在了一个中间的一个位置。那么也是当天呢出现了一个低点，那第二天呢也会给到一个低吸的一个机会。那么昨天的话呢，又是星期二啊，给出了高点，也给出了阴线。那么这一次星期三还能给到低吸的机会吗？我们如何去把握住它的一个位置呢？那么这边 Lucy 给大家去讲一下。本周呢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九转的一个走势，那么星期一的话呢是出现了 TD6， 那星期二的话就刚好呢是形成了7号 K 线。那如果说后面的8和9，也就是星期三和星期四，它能顺利出现的话，它一定不能跌破一个点位，这一个点位就是21108.32这个位置，也就是说上个星期五的5号 K 线的一个收盘价，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点位。而同时呢，我们也是上移了我们的一个防守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啊，咱们一直跟着 Lucy 的一个复盘视频的朋友呢，就要把这样的一个点位去修正了。我们来看一下啊，我的一个盘前广播呢，也会同时写到这样的一个点位。那首先这个是昨天7月29号呢，我们写到了，其实防守点位呢是20960.33这一个位置，但是呢，其实 Lucy 心里知道啊，它是不会跌破的。所以说新一轮的一个神奇九转呢，昨天就是给到了 TD6， 那么看起来呢，彩虹带是多方延续，这个一点问题没有啊，就是这个紫色带它是一直上行的，没有太大的变化，是指这样的一个带宽啊，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所以说呢，我们只要安心持股即可了。那重点就是你的一个选股啊，持仓它是不是在彩虹带的一个多方上行？如果说它是的话，那你就肯定持股不动嘛。如果说不是的话啊，接下来呢，你要看一下它的一个低吸高抛的一个机会啊，会不会有？所以说昨天呢，我们也在群里边去讨论啊，这样的一个机会，说7号 K 线它是不是一个低吸的机会？那今天呢，我们来去复盘去看一下的话，每一次出现呢，基本上第二天都会有一个低吸的机会。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大家就一定要把握。但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呢，首先它的收盘价是不能跌破啊这样的点位。所以说出现1次2次啊，甚至是之前的一个行情都会出现这样走势的话，那我们这一次大家就要盯紧了啊。这个是纳指的一个分析。那么接下来呢，到底什么样的股票具备这样的低吸机会呢？接下来我们来去分析一下个股的行情。这一张图表呢是特斯拉的日线走势图。我们近期呢一直有在跟踪特斯拉的一个反弹，
其实呢，它的机构成本线上的反弹呢，我们是捕捉到了它的一个机会，甚至是第二天呢，直接前半个小时就上车了。那么在这个过程，我的一个分析呢，也会给到大家非常明确，那就是说这一天呢是30分钟的一个走势的一个回踩上车，那么第二天呢，它是一个60分钟的一个走势回踩上车。所以说在这2天的一个过程呢，我们都捕捉到了特斯拉它的一个低吸的一个机会。那么昨天呢，特斯拉是出现了一根阴线，包括呢它也出现了价格的一个回踩最低点是来到了317元的一个位置。那我们的一个小伙伴呢就会有一点这个担忧，特斯拉它会不会出现回调，或者说在这个位置买进去会不会追高。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财报的影响呢，是这样的一个高点位置大概在330，那低点位置呢大概在300元左右的一个跳空缺口。那实际上特斯拉用了3天的一个时间呢，就把这样的一个缺口给补掉了。那么现在的一个位置呢，特斯拉的一个股价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2根 K 线的一个组合，它是出现了这样的止跌组合之后的一个回踩。那么这样的一个回踩呢，其实它就踩到了我们的日 K 线的踩带的一个上边界，所以说目前为止呢，它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回调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样的一个回调过程，那你具备低吸的一个机会的话，你敢不敢上车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MACD 呢，其实在这个位置就还没有出现死叉，而且它非常好的一点是，它在这个位置呢是在0轴的一个上方，将死不死，我们知道那就是该跌不跌，它还会涨。所以在接下来的过程中呢，特斯拉我们只要看准一个价位一个点就可以了。那么在这里呢，其实龙头引力呢也是非常的一个配合，在这个过程它的一个粉色的线呢是在中轴线的一个上方，那目前呢还是属于在一个加速区。那我们知道 MACD 呢是在0轴的上方，龙线是在加速区，而彩带呢现在是在一个紫色的一个多头刚刚企稳的位置。那么这里呢就是 Lucy 之前有给大家去介绍过的早鸟启动的一个位置。所以说特斯拉的话，如果你关注它，那么现在的一个价位的话，就是你的一个参与的好位置。那我们来去看一下我的盘前广播是如何昨天去提到的特斯拉呢，其实它在开盘30分钟股价再次出现反包组合 K 线，下影线回踩了紫色上边界这里是描述财生朋友们是如何去低吸特斯拉的一个机会的。那包括不管是特斯拉它的一个日内短线，还是说它的一个波段的一个差价，都让我们经手当中。那它的一个财报带来的缺口呢，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了已经被补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的是股价呢，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下面还有没有机会。所以我就说它再给了一次上车的一个机会，就是60分钟的彩带回踩。所以说要明确了止跌信号之后，你就可以上车了。而且这里呢提到了，如果说你怕特斯拉把你的这个资金呢暂时会被套进去的话，你可以用 TSLL 这样的一个 ETF 去参与，也可以用之前 Lucy 讲过的 Call Option 去参与。所以说在这个过程我们提供了工具去给你使用。所以呢这里就是只要再强调一下，你的一个仓位不要太重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我们是如何在30分钟和60分钟去抓它的一个机会的。那么小周期先来看的话，这是30分钟的一个走势图。那我们说前面这样的一个白 K 呢 Lucy 已经在前方的视频里边已经给大家去讲解了。那后续现在股价来到了317、318这个位置。那昨天在盘中的时候也有财生去问这样的位置能不能买。其实你可以看30分钟就一目了然了。首先这是绿色的一组这个机构成本线，那它具有一个支撑的一个作用。而且呢我们看到其实彩虹带它是在一个紫色的一个区域，它只不过是回踩了这样的一个位置。那现在呢它在后续的一个下半场的一个走势当中的话，它就出现了反弹。那现在呢它是30分钟出现了微微的黄色的一个彩带。那么大家知道30分钟现在是一个回调走势，也就是空头。那在这个过程呢我们要记得30分钟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就是在昨天收盘的一个位置。那从 MACD 和龙线来看的话，现在的一个问题并不是很大。那我们再来看一下60分钟是如何处理的。60分钟的昨天的一个K 线呢，基本上是包含了这样的
6根 K 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60分钟它都没有跌穿这个机构成本线和这样的一个紫色飘带，所以在这个过程，这2根基本上就是一个止跌的一个组合。我们在紫色飘带过程中发现了中轴位置的止跌组合的话，那这是不是一个妥妥的上车信号呢？所以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就是我们需要看的一个点。那接下来你说我昨天特斯拉我没有赶上车的话，那今天如果说那只是一个低吸的机会，那我们大家看到了60分钟的一个彩色飘带的一个位置的话，那我想我们的一个点就是等到30分钟它的一个变字，也就是说30分钟它从黄色飘带变成了紫色飘带的那个变字开始，就是你的一个机会。那么这里呢也是运用了30分钟的一个彩色飘带和止跌组合，所以财生朋友们，你们看懂了吗？这是特斯拉的一个买入的一个点。如果说粉丝朋友们你不知道它的一个30分钟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势的话，那 Lucy 的盘前广播呢你就要订阅了。那盘前广播呢会写到我的一个追踪的一个个股，那订阅粉丝朋友们呢，你是有7天的一个体验时间的。如果说你是我的粉丝，还没有拿到 Lucy 的这份独家的资讯的朋友，那赶快找助教去拿他的一个订阅方式。那我会在盘前的广播里面会写到特斯拉它的一个位置的一个跟踪。这张图表呢是 Coinbase 的日线走势图，我们来看一下 Coin 近期的一个走势呢 ，Lucy 带大家去分析一下。那么在这个过程呢，我之前在这里有一条白线，其实这个位置呢是我之前有给财生朋友们去画过的啊 ，Coin 的一个这个压力位。那么在它创了新高之后呢，并没有稳稳的站上429元，所以说随即出现了这样的一轮回调。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其实我有给我们的财生朋友讲过，就是它的一个支撑位在3天呢没有站上去，它就是一个压力位。所以随即呢出现了连续的一个阴线的回调，而且它当时呢是飞出了彩虹带的一个比较偏离度比较大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出现了回落。那么 Lucy 呢也是在这一天啊去开的一个 put option 呢，去做到了隔天的一个50%的一个收益。那么在这一轮的一个回调啊，其实呢我是没有想到它能去跌穿我们的一个彩虹带。那既然呢它跌穿彩虹带的一个位置呢，同时它也跌破了我们的一个中继9的一个支撑位，所以说呢这一天如果说你有 Coin 持仓的朋友呢，正常情况应该是选择去减仓的。其实本周的星期一和星期二呢是出现了2天的一个回落的一个走势，那么股价呢也会来到了370元附近。但是这2根 K 线呢，它是出现了蓝色的 K 线，表示呢机构低吸。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呢，我们知道蓝色 K 线你要让它确认的话，一定要去看我们的一个抄底套餐。那么在这个位置呢，其实从日线呢 Lucy 也要给我们的财生朋友去讲一下，不开抄底套餐，我们要去看一下日 K 线它的一个防守位置。那首先呢，我们知道学过咱们的一个 TD9 的一个方法的话呢，其实除开9号 K 线的话，还有一个5号 K 线和1号 K 线的一个防守位置。那么从5号 K 线来去看它的防守位置呢，昨天呢是微微的一个跌破，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看一下1号 K 线的一个位置。那么1号 K 线呢，它的一个开盘价呢就很有意思，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它这一轮上涨的过程中呢，其实这一条白线，大家向左看的话，你能看到9号 K 线的一个低点，也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突破阳线的一个高点6号 K 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白线呢是有一个共振的一个位置。那么共振的话，它也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位，所以说这样的地方呢，有可能是Coin 的一个短期的回调的一个支撑位。那么支撑位的价格是多少呢？这边给到大家是350元。那么现阶段本周的话，其实对 Coinbase 的话还有一个消息的一个影响，就是它在7月31号的一个盘后发布的财报的一个时间。当然 Coinbase 呢在这一轮的一个上涨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财报呢就应该是会比较亮眼的。那么会给到市场预测呢是营收16.13亿美元的一个收益，那同比呢是增加了11.29%，那每股收益呢也有同比8倍的一个增长。所以说在这一轮的一个涨幅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Coin 呢，我们是在这一天去关注它的这个买入的一个机会的。
那是240元附近，那涨到440呢，它也是接近了一个翻倍的一个这个股价。所以说这一轮的一个回调呢，其实还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那么在这个过程啊，我们知道那财报前后呢，它会有一些这个变化啊，是这种变化呢是市场给到的一个这个方向，那不是我们散户投资者呢能去预判到的。如果说它在这个位置350元支撑不住的话，那将会去下一个这个支撑位呢去寻找。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还不能盲目的去抄底。那如何去选择 Coinbase 的一个赌财报的一个方法呢？其实这边 Lucy 呢，昨天的一个这个内部课程呢，有给大家去讲到。那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刷到我的一个视频的话，那想跟上 Lucy 的期权实战交易心得，那你第一步的话就要点击一个订阅，成为订阅粉丝。那作为见面礼呢，新粉丝可以立刻解锁 Lucy 的内部会员课程体验资格。每周的直播时间呢是这个香港时间下午5点。会在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五3天的一个时间会给大家去讲解，所以昨天刚刚好呢是周二的一个课程。那这个里边呢，我会给大家讲到这样的一个财报周，你如何通过期权呢去赌财报。那么听课的朋友呢，你就知道了如何去这个操作。那如果说你是在这个交易当中遇到过追高或者说抄底套餐的一个问题，你想学赚钱的一个方法，那就要来学习一下如何给自己的一个股票做诊断了。那如果你能连续3天在 Lucy 的课程上打卡的话， Lucy 还会给你去兑换7天的一个盘前广播的一个时间。如果说你想要这样的一个福利的话，那赶紧去找这个助教老师订阅。那本周呢 Lucy 团队的老师呢也为大家准备了这样的一个技术分析的一个课程。那课程呢分为2部分，小白的成长之路，如果是小白的话，你可以来学这样的一个5天的一个课程。那如果说你现在呢还是没有掌握到赚钱的要领，那你可以来学一下高手的一个进阶之途，就在8月5号到8月9号的一个课程里面会给到大家答疑解惑。你想要拿到这样的一个学习机会的话呢，就要抓紧到下方置顶链接里面找到 Lucy 的助教老师，给他发送一个口令。那这样的口令呢，就是高手2个字。他看到你给他发这2个字的话，他会把这样的一个福利呢，会发给你。接下来呢，我们来去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HOOD 的日线走势图。那么在这个过程呢，其实呢 HOOD 是 Lucy 上周在上周5盘中的时候发现的一个股票。那它在这里呢，我们去看到了它的一个日线的一个止跌的一个组合呢就出现了。但是昨天呢，我们看到它的一个走势呢是跟大盘是比较一致的，也就是说出现了这个平开然后低走的一个走势，最终呢股价是收在了103元的一个位置。但是我们来从日线上看呢， HOD 它的一个回踩的一个位置呢就没有跌破这样的一个防守位，所以说呢 HOD 的话，它在目前的一个彩虹带的一个上方呢还算是一个箱体震荡的一个位置。那我在之前的视频呢有去给大家讲解，那它在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113元是它短期的一个高点，那能否在突破110元之后呢去创新高的话，一定要看最近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走势。所以昨天呢，因为整个市场的一个原因的话，我们想要看今天是否能有出现低吸的机会。那如果说它能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个实打实的阳线反包，那么它将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止跌的一个信号，那么日 K 线的出现第2次的一个止跌的组合了。那它向上的110元甚至是113元的话，还会有所期待。那如果说 HOD 呢，它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进一步的一个下跌，那我们的一个防守位置呢，会在这样的一个阳线的一个开盘价呢去做它的一个这个止损的一个动作。这就是我们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区间的一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 HOD 呢，它在这一轮的一个上涨高点和低点连线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几乎是接近一个 M 型。如果说它的 M 型成立的话，那这一个位置呢，就是它的一个颈线位，也就是我这里画的一个这个位置，它的一个开盘价。所以说呢，其实近2天的一个走势呢是比较关键的。但是 HOD 呢，我们可以看到我在这个盘前广播呢也有给大家去跟踪。那像日线的一个止跌信号呢是出现在30分钟和60分钟，那攻振了。最终呢尾盘是出现了一个拉升周期的形态呢，其实是比较重要的。
那我说接下来是两种的一个走势，前高呢是113是一个分界，那突破的话，目前的一个走势呢就是上涨的一个中继，那不突破回落了，它就可能出现 M 型，刚刚给大家讲了。所以说你有买股票的话，你就可以去关注一下60分钟的一个散彩童子和日线的共振。那么昨天呢，其实 Lucy 的一个 option 呢就等不了这样的一个长时间，所以说我大概在106的一个位置呢，去把我的一个 call option 呢去 close 了。那接下来呢，我要去看它一个低吸的一个位置在哪里。那其实呢 HOD 它的一个财报呢也会在本周出现，也就是美东时间的7月30号盘后啊，也就是今天收盘之后呢，它会公布它的财报。它的一个营收呢，市场预计是9.13亿美元啊，同比增长的33%。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走势呢，就比 Coinbase 呢会强一点点。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要去看市场的一个选择。那同样的，你用到什么样的一个策略呢？其实 Lucy 这里边会告诉大家，就是用到我们的一个long straddle 的一个策略。如果说想学习期权的朋友呢，那你就可以去听 Lucy 的美股洞察课程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谷歌的日线走势图。那么近期呢 ，Lucy 没有在盘前的广播里面去跟踪谷歌呢，是因为我们的一个观察呢是等谷歌3天的一个时间，就是说昨天呢，其实它没有跌破我之前给大家画的一个防守位191.5元这样一个位置，所以说它就出现了阳包阴的一个组合，这等于说是止跌企稳的拐头的一个动作。那这也是我想要的谷歌的一个走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其实它的一个防守位置呢是191.5，我之前也给大家说了，它在左侧呢其实有一个缺口的一个下沿。那么其实它同时呢，我们也能看到这样的9号 K 线呢，它的一个这个高点就没有被跌破，所以说形成了一个价格的一个共振。在昨天呢是出现了一个反包。所以说近期呢有在谷歌跟踪 Lucy 的视频呢，有在谷歌上面去175参与的，189离场的。那如果说你在谷歌上面赚到钱的话，那这一轮你还可以去参与。那你用到的资金呢，就是你的一个盈利资金就可以了。那么它的一个防守位置呢是191.5，如果说跌破的话，那我们就要再出来。这是谷歌的一个走势。那这样的一个组合呢，其实就是它的一个3天没有跌破，是确认支撑的一个位置。那这是谷歌的一个日线走势图。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露露的日 K， 也是我们粉丝朋友呢希望 Lucy 去分析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露露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进入眼帘的呢是它现在还在一个空方的一个走势当中。很简单，就是因为它现在是一个黄色的一个飘带，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要用一个空方的思维去分析它有没有见底，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知道见底的话呢，通过我们的一个 K 线呢，比较明显的就是白色 K 线和蓝色 K 线，并且搭载呢聚宝盆的一个走势。但现在目前我们看什么？没有聪明钱的一个流入，也就是说露露在这个位置，我给大家明确一点，就是不能抄底，不能去抄底。那么在这个过程，你要通过什么样的一个走势才能去抄底呢？首先我来讲一下这样的一段反弹呢，其实大家你如果是做波段的话，那么对喜欢这个露露的话，它的一个白色 K 线呢去反弹的话，确认点是这样的一个阳线，也就是说它呢是过掉了这样的一个9号 K 线支撑。如果说你想去参与的话，正常情况是白 K 过掉了之后的一个240元。那么我们看到这连续1周的一个反弹呢，是给到了260元，大概不到10%的一个空间。那么这是第一轮反弹，而且非常明显的是这个位置呢是黄色 K 线，而且打到了我们的黄色这个飘带的一个中轴。我刚刚说我们是要用空头思维的，所以呢这里减仓的话，这一轮的一个下跌就跟你没有关系了。当然这个过程中没有聪明钱的流入，我们就要知道反弹的力度会比较小。那我们等到什么时候会有反弹力度大？其实目前为止呢，现在只是来到了下降9结构里面的第6根 K 线，虽然出现了蓝 K， 但它不是买入的一个信号。它的买入信号呢，就是我们要等聪明钱的一个流入。那如果说日 K 的话，聪明钱流入它也不是 Lucy 的一个选择的一个点，因为我们在昨天的一个视频当中的话，给大家把
抄底套餐去强化了啊，就是我们既要胜率又要收益率。那收益率的话呢，其实我会给到大家一个等变字的一个机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字？就是这样的一个空头交叉之后变成多头的一个趋势，我们才能去参与。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粉丝朋友啊，你想要去参与露露的话，那要再等多一段时间，至少要等它出现啊这样的白 K 聪明钱还有变字出现才能去买。具备啊这样的3个条件的话，那你的一个收益率的话会比较可观，不然的话只是这样的一个短炒的话是没有太大的一个意义的。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喽，拜拜。